包包是我刚才在 Vintage Store 买的，是一只90几年的经典款哦，太爱了。然后本来只想买一只香奈儿的包的，结果我这个贪心的嘴就哎呀，又看到了这个白款是05年的限量款，然后它这个不是惨白的，我最喜欢它的是因为它的奶白色就特别高级，然后这么一背，哇塞，也太有气质了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沙巴又回来了。前面我出去了一下给自己买了2只香奈儿的包包，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在Vintage Store 买，之前买的这个奢侈品包全都是全新的嘛，这是我第一次就是买 Vintage 的这个 Chanel。一方面原因是觉得说原价太贵了，另外一方面是觉得就是有些我看中的这个这个款式可能它没有现货，对吧？所以我就反正我都快去瑞士了，我就到 Vintage Store 买了2个，我觉得非常满意，感觉手上不只是就是说背了一只包，而是2个经典的艺术品。正所谓香奈儿经典款，包包永流传。OK， 今天是我做的第2个视频现在我特别开心，因为买了2个包。我今天晚上我想给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我的信仰。为什么我会要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有很多人不是来劝我信基督，对吧？也有人劝我信佛教也有人劝我信玄学然后各种劝的都有。所以说我觉得我这儿其实我本人一般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我有自己非常的坚定的立场，我有我自己的 faith， 但是我一般是不会跟别人就是说去谈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就借用佛言来说一句，我只度己，我不度人。我从来不强行把自己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就是硬行的就是说压迫在别人头上，我觉得这都是看缘分的，就像你找一个男朋友。但是我觉得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劝我这个劝我那个，所以我今天想要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跟你们大家就是说好好的掰扯我的信仰。首先呢，我不是一个 agnostic， 我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是相信有宇宙爸爸的存在。我为什么要叫宇宙爸爸而不是上帝？因为我怕你们会把我就是口中的那个宇宙爸爸和基督教里面的那个上帝混在一起，所以我宁可叫他宇宙爸爸。那为什么我会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就是说造物主的存在呢？我是相信有造物主的存在的原因，是因为首先我是受了这个量子物理的一个影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有一个叫双缝衍射实验。双缝衍射实验的话，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教过了我们都知道粒子就是 particle 是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即使它既有这个 matter 的性质也有 wave 的性质。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的是，在这个实验的就是说后半段，也就是说科学家非常的觉得非常的迷惑，为什么这个 particle 也有这个就是说wave 的性质。所以说他们拿了一个观察器去观察这个粒子在通过2条缝的时候，到底是从哪个缝里面出去的到底是从左面的缝里面出去，还是从右里面的缝出去，还是同时没有。他们拿了个观察器去观察，但是他们发现一旦用了观察器去观察，这个粒子又变成了 matter， 又变成了物质的性质，又变成了2条缝，而不是一个波函数，也就是波函数塌缩了。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我说的这个实验这个 basically 它的这个实验它所隐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观察可以改变粒子本身的性质，甚至在其他的量子物理的实验里面证明，我们人类的观察可以改变粒子的行进轨道。如果你们不是特别明白我刚才说的这个实验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搜双缝衍射实验应该是可以查得到的。那我也非常建议你们去稍微在网上搜索一下有关于量子物理的一些就是说比较平易近人的一些解说，包括它里面有对于平行世界的解说我也特别推荐你们去看一下，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理论量子物理研究这个学家 Brian Greene 的
两本书啊，一本是 The Fabric of the Cosmos， 另外一个是 The Hidden Reality。然后它也有视频的，在这个视频里面，它非常科学的解释了为什么时间跟空间都是幻觉。这个东西已经跟佛言差不多了啊，佛觉得一切都是幻觉，没有错的，时间跟空间也都是幻觉。我也非常推荐你们去看一下一个由加拿大的一个人叫 Eckhart Tolle 写的一本 The Power of Now， 活在当下。也非常推荐你们去看一本书叫与神对话。那这些东西其实综合起来就是我自己对于这个宇宙的一个认知。我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其实前面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一开始我就跟你们表露了，我是一个唯心的，只不过如果说在死亡这个话题上，我宁可选择唯物，对不对？我相信是有一个造物主的存在的，就像牛顿，他到了晚期，他在他的一个办公室里面，对吧？有造了就是自己手做了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银河系的一个体系，然后他的同事进来了说，哇塞，他说你做的这个手工做的这个银河系也太逼真了吧，也太精致了吧。然后牛顿就是莞尔一笑，他说你觉得这么一个东西就叫精致了，就叫让人叹为观止了因为它是我造出来的。那难道你不觉得我们的世界也是那么的恰到好处？就是说空气里的养分不能多一点，不能少一点，对吗？太阳离我们地球的距离不能再长一寸，不能再短一寸，不然我们人类是无法生存的。你难道不觉得这整个世界如此精妙，也一定是有人设计的吗？所以我认为是有一个造物主存在的，但是你不要强行的来说服我，就是说这个造物主就一定是基督教里面的那个，也就或者说是天主教里面那个，或者是犹太教里面那个，或者是穆斯林教里面那个，你不要来劝服我这个。God is here with me. I can listen to his calling. I can listen to him. I can feel him.I don't need you to tell me where he is and what he says and what he wants me to do. 我的一切都是跟宇宙爸爸有连接的，好吗？如果你觉得说你相信的那个神才是唯一一个真神的话，那你就自己去践行你相信那个真神，就是说教导你的那些东西。但是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你是不可能渡人的，你不可能试图通过你的嘴巴来就是说服大家。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是被说服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在这里被感觉到是受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感知，比如说才突然从一个唯物主义变成一个唯心主义的，好吗？好，前面讲的东西都太严肃了，我稍微讲点有趣的。这么多年来我也是跟这些宗教分子就是有很多爱恨情仇的故事。比如说前面我已经跟你们说了，我在纽约的那个中央公园，对吧，就有 challenge 过神父，对吧？我有问过神父说，如果上帝是如此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的不公，对不对？其实我现在想起来那个神父是怎么回答我的了。那个神父是说，没有战争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和平，没有丑陋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善良。我想说也对了，事物的两面性嘛，对吧？这个例子之前有人举过了，然后再给你们举一个，就是我的好闺蜜 Maggie 的例子。Maggie 呢是一个非常虔信的基督徒，她秉承的理念就是婚前不能有性行为，但是她是一个人，她不是一个神，她违规了。然后她违规之后，尽管对方让她高潮迭起，但是她声泪俱下，知道吧？声泪俱下。对方其实都已经有心理阴影了，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是 TM 什么事儿啊？所以我当时正好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就是去找了我的那个神学，因为大学里面有学神学的嘛，神学博士后，人家还专门就是主攻希伯来语的，因为你也知道圣经最原版的是用希伯来语写的，人家说了原版里面上帝并没有禁止就是人们婚前有性行为，上帝只是建议人们不要有婚前性行为，就是建议不要和禁止，对吧？是两个事情。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宗教都是被某一个团体利用来就是实现他的目的的，大家应该懂我在说什么所以不要去非常抠字面意思的去相信某一种没有任何逻辑理论堆砌的一个东西。有些东西它其实就是不合理的，有些东西就应该我们作为人就应该要质疑的。OK，
然后呢，还有一个故事我想分享给你们，就是我当时在那个新加坡国立读书的时候嘛，我身边啊都是一些什么天主教徒啊、伊斯兰教徒啊什么的啊，但是我觉得我在新加坡就活得很好，没有一个人会强迫我去相信他们，you know，天主教徒跟基督教徒和平共处，手牵手，对吧？基督教徒和这个伊斯兰教徒也是和平相处，手牵手。我还经常去就是说 challenge 我的那些。就是说信教的同学们，比如说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巴基斯坦人，对吧？他肯定是信伊斯兰教的嘛，对吧？然后有一天我们就讨论说，这个到底是基督教的教义更 make sense 呢，还是说是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教义更 make sense？ 他跟我说绝逼是伊斯兰教啊！他说基督教觉得人生来就是恶的，就是有罪恶的嘛，这个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啊。对吧？那咋了？怎么我生来就饿了？那我这个叫什么？一辈子都会有一种，就是我说的能量最低的一个等级，就是 shame and fear。但是伊斯兰教就没有觉得说人生下来就是饿了，他把这个原罪给去掉了，所以说让人觉得非常的 comfortable， 非常的舒服。我想说，这小子说的有点道理哈，但是我还是继续 challenge 他嘛。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可兰经啊，还是有非常非常多啊不是很合理的地方。比如说啊，你们这个重男轻女，比如说女的犯了错啊，这个男的就可以拿根棍子去打这个女的啦啊。我说这个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现象呀。我说你们把女人当人吗？他一愣，然后第二天他还真的回去看了可兰经了，然后他回来说沙白是这样的，经过我彻夜的研读我来告诉你我们可兰经的原文用的是 twig， 在英语里面是小树枝的意思，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他为了演示 twig 只是一个很小很轻的一个东西，他还专门在我手上这样比划一下，他这个叫 twig，you know twig， 他说不疼的呀，就是轻轻碰一下呀，有什么啦？我被他说的真的，幸好我反应快，我是个机灵鬼。我说 OK， 就算是 twig， 但是我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女的犯了错，男的可以 twig 他。那如果男的犯了错，为什么女的不能 twig 他？他立刻有一时语塞。所以我认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社会，就是说我们要允许各种宗教的存在，各种宗教都要发声音，但是你不要去用一个宗教好像感觉要凌驾于另外一个宗教的姿态，强行的把你的这个教义灌输给那个人，这样的话你必定是失败的，你不可能成功的，好吧？我这里还有个小故事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还有一次和就是这些就是相信某种宗教的人产生的冲突，就是和黑 day 的这个驻场pianist 钢琴手 Oleg 吵了一架。因为他是一个虔信的基督徒，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相信的这个宇宙爸爸是无形的，大到无形。他就跟我说了，怎么可能？他说上帝一定是有个形状的。然后他说你要是这样想的话，你肯定是会下地狱的所以后来我就把他给拉黑删除了。那我比较就是说如果中性而论的话，就是如果是比较折中主义的话，我觉得这本《与神对话》里面对于上帝的一个描述，我觉得是我比较接受的。尽管里面也有些话我不是特别认同但是我觉得里面很多话都是非常的有道理，我读给你们听听就是我无法把我的真相告诉你，除非你不再把你的真相告诉我。所有关于这个神的真相都是来自于别人，哪些人？那些国家元首、内阁大臣、经学大师、神职人员、各种书籍，当然还有圣经，这些并非权威的来源。连这些都不算是权威吗？不算。那怎么才算呢？聆听你的感受，聆听你最高级的思维，聆听你的经验。假如他们有别于你的老师教给你的，或者你从书上看到的，就忘掉那些话吧。话语是最不可靠的真相。所以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听的是这里的声音，我听的是宇宙爸爸的召唤。我觉得有信仰非常的重要，不过我同时呢也很尊敬无神论者，好吗？那今天有关于宗教的讨论就到这里了，这有可能是我在10月12号之前最后一个视频了，因为我不觉得说我还有什么特别需要跟你们分享的。如果还有的话，可能我到了瑞士以后会再发1-2个吧，好吗？因为我觉得我要和你们探讨的话题我已经都探讨完了。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做了我忠实的观众和听众，谢谢大家，拜拜。